我化身白龙王，打开樱花国市场，乐师小技卡住孙义气的咽喉。天地山清，道法无常，天地无敌，乾坤借法，鸳鸯入体，五毒不侵，九阳纯金之体，化元神功，邪魔退散，退散。李家主不必惊慌，此乃无根之火，可焚烧因果，不会对你的身体有任何伤害。下一刻，李建喜身上冒出了阵阵白烟，仿佛曾经被他害死的灵魂出窍。我错了，求求各位原谅我吧，我以后肯定好好供奉各位。李建喜啊，李建喜，你到底接了多少恶果呀？怎么了？难道解咒没成功？成功了，接下来你也好，你的孩子也罢，都会顺风顺水，幸福终老。那您这是？你结下的恶果太多，还有一小部分留在你身上，需要我定期为你去除，不然很有可能再次降临不幸。那劳烦先生了。我白龙王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怎么遇上你这种恶人？罢了，既然跟你有言在先，就算拼了我这条命，我也要保住你。多谢先生。刚搞定了李建喜，刘强东又匆忙的来了。东子，你有事？老板，刚刚我接到了应营的电话，孙义气打来的，是孙明月打过来的。他说他父亲要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天堂市见他。孙义气想让我去见他，甚至都不亲自打电话过来。您不打算去吗？你回过去就说让孙义气来帝都见我。老板，现在应营对咱们还在封锁呢，要不要委婉点，找点理由什么的？孙义气这种樱花人是典型的欺软怕硬，我退一步，他就会觉得我们软弱可欺，会往前进100步。更何况作为一名大夏人，我绝对不会听从樱花人任何命令，无论对或是错。东子，你不要觉得我们是弱势的一方，渠道封锁，我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，没有这个威胁。他孙义气在我们面前就是个屁。刘强东眼前一亮，真的吗？我骗你干嘛？好，那个小樱花，老子早看他不顺眼了。让我亲自去帝都见他。是的，老板。好，既然不肯来见我，那我就去找他。可是老板，他说让我们过去，我们就过去，岂不是太没面子了？现在 iPod 还被渠道封锁着，我们何必顺着3金的意思？笨蛋，渠道封锁，那些渠道商损失的钱是谁出的？是我们，所以我们必须尽快与3金谈判，从渠道封锁中得到利益。3金是个非常狡猾的大夏人，他知道我们不可能一直赔钱给渠道商，所以这一趟我们只能主动过去。他不是跟我女儿关系很好吗？那我就让他断了这份心思，去把明月叫过来。孙明月来的时候，孙义气俨然变成了一个慈祥的父亲。父亲大人，您有事找我？还不是你跟3金的那点事。3金他怎么了？我想让3金过来跟我商量一下阿里收购的事，只要谈妥了，iPod 的封锁就给他解除。谁知道这家伙居然让手下骂了我一个狗血淋头，还说什么死都不会向我这个小樱花妥协。明月呀，你也知道我做的这些其实都是为了你和3金的未来，可是他怎么就是理解不了我的良苦用心呢？孙义气捂住心口，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。3金太过分了，我找他说理去。你态度好点，尽量把我的心意跟他讲明白。爸爸还是希望你能跟他好的。放心吧，父亲大人，我自有分寸。家族那边跟伊藤先生谈得如何了？伊藤先生已经答应跟孙家进行商业联姻，并且表示想尽快与孙明月小姐完婚，以便促成应营跟3菱财团的合作。好，看来我这个女儿还是有点利用价值的嘛。另外一边，孙明月满腔怒火地打飞地赶到贤王府。3金，你为什么不去天堂市见我父亲？你难道不知道他年事已高，行动不便，让他一个老人家来见你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了？孙大小姐，我拜托你清醒一点好吗？你父亲对我的 iPod 进行渠道封锁，还要跟我抢阿里公司，现在又是很嚣张的让我去天堂市见他。我3金是那种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阿猫阿狗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想着等他100年之后，这些财产都留给我，最后凭借我们2个的关系，你照样可以得到收益啊。孙明月没好意思说这些是未来的嫁妆。照你这么说，阿里我收购了 iPod 我多卖些，未来凭借咱俩的关系，我也一样可以让你多获利。我父亲他不过是想活着的时候再创造点价值而已。3金，算我求你了好吗？这一次别跟我父亲争了。是你父亲让你来找我的吧？是我自愿来找你的。傻姑娘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我敢跟你打赌，你现在可能已经被你父亲给卖了，甚至孙家的继承人都已经可能不是你了。3金，我不许你这样侮辱我的父亲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这一步你是退还是不退？你若愿退，未来你所有的损失我孙明月10倍奉还；若不退，你我2人就此绝交。不退，这一退就会让我的数千名员工坠入万丈深渊。好。老板，孙小姐这是孙义气派来恶心我的。如果我没猜错，
孙明月已经被孙一奇放弃了，他现在只是一枚棋子。这样也好，本来碍于明月的面子，我还不想跟孙一奇太过较真，现在嘛，没有这个顾虑了。您是有什么办法对付运营了吗？上个是在近10年内，论投资能力都绝对没有人能超过孙一奇的。不过在他的投资中，并非都是稳赚不赔的。而最近一个让孙一奇亏掉近2000亿的项目，就是愿望基金，马上给我沽空运营公司的股票。同时找人给我去散播愿望基金已经巨额亏损数年的消息。我要在孙一奇找上门之前，送给他一份大礼。三金在这里接待客人，并非待客之道吧？那也要看是什么客人了。像孙先生这样的客人，这间牢房我都觉得太过厚待了。我也不跟你斗圈子了。iPod 的渠道封锁，我可以帮你解除，甚至可以免费给你渠道。只不过我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放开 iPod 的专利给樱花企业；第二，阿里公司的收购，你不许参与竞争。只要答应我这2个条件，我可以解除封锁。孙先生，您这是在威胁我吧？我一句话可以让 iPod 进不了樱花国，也可以一夜之间让 iPod 摆满整个樱花国的货架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 iPod 是你电商平台的引流大杀器吧？只有让全世界人都认同 iPod， 你的电商平台才能做到全球化，对吧？没错，你是不是还想说，如果我不答应，以后心愿资本名下的任何产品都休想进入樱花国，对吧？不愧是白龙王，果然聪明。大家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三金先生这么聪明的人，一定很识时务，对吧？没想到孙先生这个土生土长的樱花人，对大夏文化这么了解啊。不过你有没有听过另外一句话，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，意思是面对敌人的欺压和凌迫，只有反击和抵抗，一旦退让，对方就会得寸进尺的欺负你。你打这一拳的代价太大了，要葬送掉 iPod 一半的市场份额。心愿资本在大夏或许很强大，但是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地位可言，没有人愿意得罪硬银去跟心愿资本合作的。哦，是吗？李家主 ，iPod 的销售渠道怎么样了？三金先生，三桑集团在樱花国的分销渠道已经全部腾出来了。根据三桑集团樱花国总店负责人的报告，直到今天三桑专卖店有 iPod 卖，凌晨就已经有人搭帐篷排队了。这100万台 iPod 恐怕不够卖的，您还得再加快速度生产呀。多谢李家主了。孙义气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孙先生，渠道封锁现在我已经完美解决了，并且因为您的缘故 ，iPod 我已经禁止在三桑专卖店以外的渠道上架了。没有了 iPod， 索尼、东芝这些公司的专卖店起码会少一半的流量。你现在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去跟这几家公司解释，或者是要赔多少钱合适才对。不知道我这一拳打得孙先生舒不舒服呀？三桑集团那可是一个集团就能制造出阴阳国20%GDP 的超级财阀，这怎么可能？不错，难怪我女儿那么中意你。即便渠道封锁被你解除了，你在争阿里这件事上依旧没有任何优势可言。也不怕告诉你，等阿里收购完成之后，我将联合巨映等科技巨头进行大规模的电商平台扩展，网络购物领域最终的赢家只会是我孙义气。哦，是吗？下一刻，管家抱着笔记本电脑走了进来。这是你想做空硬银股票？没错。你这账面上只有500亿的资金，就凭区500亿，你想撼动硬银集团，我让你加10倍都没可能。如果加上愿望基金暴雷的消息呢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愿望基金是硬银集团最伟大的项目，有全世界最顶级的投资机构、最强大的科技公司和最厉害的个体投资人共投而成，每年的回报率超过60%。我警告你三金，你要是敢对外胡说八道，我是可以告你污蔑的。孙叔叔，既然愿望基金没有暴雷的危险，你那么激动干嘛？我呢，也确实不太懂您的什么最伟大项目，什么高科技投资之类的。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清楚，但凡年化收益率敢号称超过银行稳定理财项目的产品，99%是诈骗。你说，如果我让人到处散布愿望基金已经暴雷，但内部人员一直隐瞒消息不对股东公布的新闻，会发生什么？孙义气瞬间头皮发麻，愿望基金已经出现了严重亏损，想查它非常简单。三金，不如这样，阿里公司我们联合起来收购网购平台市场，你分我一口肉吃，以后咱们还是在一起合作，就像以前那样。孙叔叔，好像有点晚了。下一刻，运营集团的股价宛如瀑布落水一般飞流直下。